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。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欢迎我啊？哈，白人。 Hello， 耀宗。 Hello, Mother Wong。Big Sister Wong， 她说她今天有事情，所以呢叫我带大姐呢去做化疗。姐，真是的，我又不是病得走不动，干嘛麻烦你啊？专程过来带我去医院呢？对呀，若恩没有空，我有空吗？怎么可以麻烦你呢？一点都不麻烦了。你看，老婆上班了，儿子上学，我闲着没东西做，就当做是大姐陪我了啊。好了，换件衣服。换掉这件了，不行嘞。幸好若君有你这个蓝颜知己，你对若君啊胜过那个无情无义的易强。若君的运气真的很差，病找上门，归宿呢也逃之夭夭。哎呦，Mother Wong， 你不要这样想，你应该这么想：坏的不去，好的不来吗？大姐很快呢就会遇到一个好男人了啊。我是担心他以后啊孤苦伶仃。啊，这里你放心，他将来的幸福呢就包在我的身上。哎呀，你不是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有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很快就会找一个好男人给他啦。真来帮我找的话，就要找的比你好10倍的。你就别贪心了，跟耀宗差不多已经很好了。哈，跟我差不多啊，海底捞针哦，很难的。那不用找了啊，我们走了。刚才医生说，第一轮的化疗成效没有预期中的好，所以会加重药物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我无所谓，第一次化疗不成就做第2次，再不成的话就做第3次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大姐吧，坚强乐观，永远在黑暗中散发出光芒。发神经啊！把我说的像神奇一下。其实我是不想让身边人伤心。如果不是为了妈跟姐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大姐啊，我知道进行化疗真的是非常不简单，但是啊，你坚持下去的理由，不应该只是为了别人，也应该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呢，应该多为自己而活。人生在世，有谁不是为了别人而活的？就说你吧，你还不像为了心仪而不错的幸福，为他们做牛做马的。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谁说的？生命的意义应该是先让自己开心，才能够带给别人开心的。你怎么会来的？ SYZ 通知我的。你怎么叫他来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的名字啊，真的是没有取错了。你阿木，你真的是很木啊。你为什么不会说哇，你刚好经过啊，遇到，干嘛一定要说是我叫你来的嘞？我实话实说啊。什么实话实说啊？我都没有叫你撒谎，我只是说，有时候你讲话不需要讲到这样明白吗？阿木，大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他这个人呢烦到不行哎，整天跑来这个8A 病房啊，就跟我打听说，哦，你会在哪里啦？什么时候做化疗啊？我是真的很想看看你嘛。
我只是觉得有多一个人关心你啊，总是好的嘛，对不对？再说啊，他都知道你患癌的事了，所以我想你们两个的交情应该不浅吧？要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泄露你的行踪的。Anyways， 我突然想起哦，我有东西要做，反正他都来了嘛，对不对，大姐？就让他陪你了哈。我不需要人陪他。那也没有关系，你陪他，你不要看他外表很硬朗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空虚的。好好好的陪他 ，OK？ 没问题。你是不把我当朋友，还是讨厌我？都不是，那为什么看到我还是不开心？我只是不想麻烦别人，我是没办法，必须坐在这里做化疗。但是你们不需要。哎，你又回到你那个老问题了。什么老问题？你只许自己关心别人，不许别人关心你，这样公平吗？我不是故意拒绝别人的好意，只是做化疗过程又长又累的，我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如果有个人陪着我，我不是要跟他说话交流，那我不是更累？所以我宁愿一个人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不要说话，静静的做化疗，当我是隐形人。玩笑。多笑对身体有益。谢谢你。刚做完化疗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有点累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今天的情况还不错，可以自己回去。我可能比其他人幸运，没有很强的副作用。虽然是这样子，我还是不可以让你有任何风险。真的不用客气了，你不用替我负责任的。万一你半路昏倒怎么办？不会的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，午夜的人没有这么早走，你先回去吧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已经过了半个小时，那个阿木应该已经死心走了吧？哎，你看到我这么激动啊？你怎么还在啊？我在等你啊。你不用工作的吗？这么空闲？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，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才开工。什么人需要你？遇到麻烦的人啊，比如灯泡坏了、车子坏了、孩子没有人带，都可以找我的。难听点就是应照服务。看来今天国泰民安，没有人遇到麻烦。错了，我收了 XYZ 的钱，我现在的职责就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XYZ 给你钱，叫你陪我。对啊，他给你多少钱？每小时20块。他这个人呢，视钱如命，要从他身上挖出2块钱难如登天，怎么可能给你20块钱？看来你病好了，不当护士还可以去当侦探啊。如果真的病好了，我还是会回去当护士的。你除了照顾别人，就没有别的事想做吗？有啊，我想出席我姐的婚礼，见证她的幸福。我想带我妈环游世界。我想看见我的干儿子大学毕业，交女朋友。喂，你不觉得你说的都是在为别人的活吗？你自己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？小时候啊，当画家。你喜欢画画？小时候我爸常夸我人物肖像画得很好。有机会真想见识一下。
天也送我回来。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！你不用送我上去了。不要重蹈覆辙，前车之鉴你还不怕吗？谁能保证你不会走到一半又晕倒啊？哎，不怕意外，只怕万一。走吧。谢谢。其实你不用谢我，我跟你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。我送你回来，你得到保障，我得到快乐，it's a win-win situation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就展开快乐行动。什么快乐行动啊？去当街头画家，完成你小时候的梦想。我现在健康情况，明天的事谁也说不准。明天不行就后天，后天不行就大后天，我可以等的。我知道你有的是时间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浪费生命。把时间花在喜欢的人身上，生命就值得了。该说我都说了，听不听由你。我从这里走了，不用送我了，拜拜。哎 ，Sister Wang， 明天见啦。怎么啦？若君，若君，你还好吗？来，喝口水。对不起，说什么对不起？自从我患病，你不但要负责我的生活起居，还要像照顾小孩那样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怕我辛苦，就赶快找个伴。你还是没有放过任何机会。难道不是吗？女人的青春啊，一年比一年贬值。我现在是个负担，哪里有价值啊？谁说你是负担呢？生病不会病一辈子的。未来不管你是不是别人的老婆，你始终是我的女儿。有我在的一天，我都会照顾你。现在对我来说，只要能清醒地迎接每一天的早晨，可以自由行动，就是上天的一种恩赐。没带钥匙。啊，是你啊！阿姨你好，你认得我吗？我是阿木啊。当然认得，很久不见了。来找若君啊？对啊，他在吗？哦，他去晨运了。你先进来坐，他很快就回来的。好，他不在，那我不打扰了。这罐姜茶你帮我交给他，是我煮的，听说能够止吐祛风。如果没效，当茶水喝也没关系。你真有他的心，还煮了姜茶亲自送来，真难得。伯母，你跟若君一起住啊？我本来是跟他姐姐住的，最近若君身体不舒服，我就过来照顾她。那就好，我本来担心他一个人住，没有人照顾。谢谢你的关心。哎，你真的不进来坐啊？下次吧，我会再来的。我走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
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？刚才有人找你啊耀宗啊， ？No， 是阿木。阿木，他来干什么？你先别问这么多啊，他刚走，你现在追下去还来得及。要追你自己追吧，我累了。哎，人家特地煮姜茶来给你喝，而且啊是自己煮的，花钱花工花时间，你有点表示好不好？他是不是在追你啊？我们只是朋友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争，不过人家特地送姜茶给你喝，你至少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声谢谢，这是基本礼貌。心血来潮，唐突造访，还好不遇，免去尴尬。既能承运，理应无恙。诚意奉上阿木姜茶，止吐润津，敬请笑纳。年纪也不大，一副老学究的口吻。喂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刚到家，谢谢你的姜茶。我听你妈说你去承运，就到你家附近的公园来找你啊。那不好意思，我让你白跑一趟了。没事，也不算白跑，至少姜茶送到了。除非你不喝。我喝，我现在就喝。好喝，有我妈煮的味道。看来我煮的还是不够火候啊。怎么说呢？要煮到有你外婆的味道，才算成功嘛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个单位的？啊，很简单啊，问保安。住你那里的当护士只有2家。你怎么可以刺探我的隐私？啊，下不为例啊。啊，回到正题，我画架、画笔、画纸我都准备好了。明天的快乐行动，只欠一个画家。你来真的啊？当然了，君无戏言哦。好吧，既然木已成舟，有什么办法？那好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，你不要又跑去承运啊。好，明天见。拜拜。Sister Wong， 准备好了，请。我们这么做算不算非法招来？我有申请准证，有还钱的。来啊，10块钱一张，错过可惜啊。很紧张。你不要紧张，顾客我帮你找，你只要开心的画画就行了。来啊来啊，法国回来的画工一流，错过可惜啊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去法国学过画？这样不是在骗人吗？我只说你从法国回来，我没有说你去那边学画画吗？我哪有骗人？来，哎，先生，我让这位天才画家给你画一张肖像，怎么样？多少钱？你是第一个顾客，算你半价，5块钱。哎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来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这是我吗？不像吗？画的这么丑，哪里像了？先生，这个画风叫做超写实主义，注重的是人的感情跟神韵。如果要画得一模一样，你干脆用手机拍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给钱。不是吧？画的这么丑，还要收我的钱？啊，不是，误会了，是我们给你钱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干嘛给他钱啊？我画的这么糟，怎么好意思收人家的钱？艺术又不是一道数学题，没有绝对的答案的。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就像梵高的画，
生前无人问津，死后才有人欣赏的。最重要是你自己的感觉，别人的鉴赏能力你管不了。你真的很安慰人，可是我想今天还是不要画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啊？这样不收钱好吗？好，来啊来啊，名师画肖像，错过可惜啊，价钱随意。哎，美女，画一张肖像怎么样？可以。来，请坐。是要钱的吗？啊，随意。啊，不用收钱了，不用的。这家人比较少，在这里吃吧。小姐，2位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的关系要找人少的地方。你现在在抗癌，小心点是应该的。忙了一整天，应该累坏了吧？想吃什么？我没什么胃口啊。那我来决定吧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会不会太多了？你说你没胃口，那就要多一点选择。我吃不下的。你吃不下，我来吃啊。我以前有个外号叫“拼命三郎”，不是跟人拼，是跟食物拼的。怎么样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谢谢你今天安排的快乐行动，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把快乐带给别人，反而让很多人不开心，这样不是等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？可能是因为刚才那个地点风水不好，我们下次换个新的地点来摆档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我今天非常清楚自己画画水平在哪里。小时候看到我爸爸把我的画挂在墙上，还以为自己画得很好。现在想起来，不是因为我画得好，而是因为我爸爸疼我，把我的画视如珍宝。那是我爸爸对我的爱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谢谢你的安排啊，这一餐由我来请。不行，我是男的，我来付钱。许叔翁不用争，这一餐我请。你是？我7年前出车祸进了医院，夜里痛得睡不着，多亏有你很细心的照顾了我一整晚。对不起，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记得你就好。你们俩请慢用。好，谢谢你。原来当护士还有这样的好处，有免费食物吃啊！我们那也是图这个的。当护士最大的满足感就是看到病人康复出院，如常生活。你不要生气啊，我开玩笑，我知道你不是了。生命是在于带给别人快乐和价值才有意义。哎，苏先生，等一下，休息一下吧。真的假的？我们都还没有正式开始跑，你就不行了。哎，问你啊，你的快乐行动进展如何？若君喜欢画画，我就让他当了一天街头画家。真的假的？大姐喜欢画画，是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小时候的愿望。看来你们2个的进展不错哦。讲真的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大姐？应该是吧？什么应该是啊？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我跟你说，像门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呢是非常的脆弱，再也经不了什么样的打击了。如果你现在只是抱这种玩玩的态度的话呢，我就请你高抬贵手放过她，让她过平静的日子，可以吗？我说应该，因为我们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是一个先让自己开心，然后再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，而他呢，是从别人的开心当中得到快乐。可是，他却有一颗包容、善良的心。虽然他不认同我的生活方式，却没有看清我，能够理解我，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。不过感情的事，谁也没办法预料。我不能够保证永远跟他在一起。
我只能肯定的说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他，不会让他伤心难过。就像你这样啊，其实我还蛮羡慕你们之间的情谊的。你说的这些话，还算是人话，至少呢，你没有开什么空头支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代表大姐，谢谢你的付出。不过呢，在那之前呢，你介不介意呢给我呢你的个人履历表了？里头呢就要记载什么呢？你的名字啦，你的年龄啦，你的家庭成员啦，还有呢你的工作的地方啦，然后你的月薪啦。你要我的履历表来干什么？因为我要确保我没有帮错人啊，我不能让我们的大姐啊再遇人不淑啊，我不能将她推入火坑，再受煎熬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这些都可以造假的。一个人的背景再显赫，过去的成就再辉煌，都不能表示这个人没问题，不能保障什么的，对吧？我只是要把风险减到最低吗？那没办法啦，你就要赌这一把了。干嘛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有巴萨妹。爸说他房间的冷气不冷了，我想帮他换台新的。不冷的话，找人来进 gas 不就可以了？或者是用风扇呢？何必要换新的？我想让我爸住着舒服一点嘛。再说我们家的冷气那么旧了，是时候换台新的了哈。来，你去哪里啊？不错，放学了，我们去接他了。爸接他了。哎，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果然是真的哎。爸搬进来后，我们的烦恼真的少了很多。那费用也增加了不少。What do you say? No. Say again. Again. 如果真的那么怕热的话，他可以不要穿衣服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假的？好好的，怎么会有人丢掉呢？还好啊，那橄榄姑娘还没有来啊。你最好不要乱捡东西啊！什么乱捡东西啊？我有经过筛选的啊。Hello, friend. 人家把东西丢在这里，就代表它已经坏了 ，OK？Hello, friend. 这种小型的电视机啊，现在已经绝版了。它可以出现在现今的 market 呢，它就是 limited edition。这个我要了。不错，爸爸妈妈回来了。我们买了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哦。写不错。这个平板电脑谁买给你的啊？是公公哦。你这个问题啊是白问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早点跟你爸爸沟通一下。我不想不错啊，那么小的年纪就变成电子儿童啊。知道啦。好了，不错，不要玩了，重量来。不错，来。哎，不错啊，不错。你不是问过爸爸电视机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想不想知道？是哪什么？我是screwdriver。很好，乖。哇，不错，好有力哦。OK，screwdriver。好，你看啊，这边呢就有一个 screw 嘛，对不对 ？screw 它怎么转来这里？哇！你懂这个是什么来的吗？这个叫做显像管 ，OK？ 这个呢就是 speaker 扬声器，这些呢全部是电路板来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以为里面真的有人呢。我也是。那你也是啊？我以前也是。看来好像这个电线松脱了，到底要插哪里呢？你说？插哪里？看一下。不错啊，你要不要帮爸爸上这个螺丝啊？爸爸，你没有力啊。啊，爸爸没有力哦。来，哎，坐这边。OK， 记得啊，顺时钟啊 ，clockwise。哎，你不会再怪我捡什么破烂了啊？耶，我转进去了。是的，你转进去了，好聪明啊！那现在爸爸就教你啊，爸爸教你怎么把那个电插头给插进去 ，OK？ 这个呢叫做 2 pin plug， 因为它有2个 pin 啊。
插进去 socket，OK？ 快点。耶，电视续航了，可以看了。暂时还可以看呢，我还需要调的哈。哎，爸爸，给我机箱收进去。怎么了？不错啊，去冲凉。可以等一下吗？我说现在。哦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是好好的？我们真的不能让你的爹地啊继续住在这里了。他有哪里得罪你了？刚才我在不错的房间找到好几千块钱的现金，还有几本借贷簿子，里头至少有30个人的名字，借多少钱、日期，全部清清楚楚写在里头。怎么可能？爸，吃饱了吗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啊？我是回来拿东西的，你们自己吃吧。他一定是回来拿那些簿子的。我走了。爸，你是不是真的放高利贷啊？你们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？放高利贷是犯法的。好，那房间里头的那几本借贷簿是谁的？爸，你老实的告诉我们吧。你是说这一本是我一个好朋友的？前几天他把这本簿子交给我，要我暂时帮他保管。一场朋友，难道这点小事都拒绝他吗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朋友为什么会这么轻易放在你这里啊？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所以连你们我都不敢说。没想到你们竟然误会是我的。爸，你也知道放高利贷是犯法的，怎么可以助纣为虐呢？万一被警察抓了怎么办呢？所以，我今天就要拿去还给他。你老爸虽然年纪大了，还不至于老糊涂，我会跟他划清界限的。OK， 你马上还给他，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。知道了。你爸说的话，你都相信啊？那些簿子都不是他的。我相信他是不会骗我的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啊，我对他有信心，你就不能对我有一点信心吗？喂，你今天状态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出来一下？还好，只是不是很想出门。有什么事吗？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啊？我在一家餐厅吃饭，忘了带钱包。你不是想骗我出门，出此下策吧？你看是要来餐厅，还是到警察局保释我？你也不是别无选择。啊，谢谢你过来啊，真是大好人。那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。
竟然要一个在家休养的病人专程过来给你付账。哎，已经付过了。你有听过狼来的故事吗？我当然听过了，我还知道最终的受害者是羊，不是猎人。你已经完成了第2轮的化疗，如果身体支撑得住，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晒晒太阳，能够提高免疫力。不要老是待在家里，把自己当病人啊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在家也一样可以晒到太阳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先别走，我真的需要你帮忙啊！你是想骗我了？我没骗你啊，我们是要开始快乐行动 Part 2，这次我们是要把快乐带给别人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。你会不会做菜啊？我不会，我帮不了你。那没关系，我会就行了，你当我助手。等我一下。等个蛋。哎，阿木，又是你呀！不高兴看到我啊？哎，有了。等一下见啦。好，拜拜。嗨，阿木，嗨你来了。老人家等你等到脖子都长了。哎，我订的食材来了没有？都在厨房里，就等你这个大厨下锅。我就要他们吃到吮手指。好，我去准备了。哇，看来你的厨艺还真有一手哎。我以前在酒楼当过大厨师的。蚝油，谢谢。你到底做过几份工作啊？对我来说，这些都不是工作，只是体验。有些人选择旅行来体验人生，而我呢，选择从事不同的行业，来充实和提升自己。什么都不专，但是都会一点。看来我们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这辈子啊，只做过一份工。一辈子做同一份工，那不是很闷吗？没了挑战，少了很多乐趣的。一辈子做一份工，其实也不简单，需要坚强毅力才行。再说，当护士，面对不同的病人，每天都是挑战。这我同意。护士这份工作真的极富挑战性，一直是我不敢挑战的行业，所以我才这么佩服你。牛奶，谢谢。哦，你这么有爱心啊！来这里煮东西给老人家吃，已经具备了当护士的先决条件。你经常都这么做的吗？也不是经常，只是今天是我父母的忌日。我父母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因车祸而过世了。这些年来，每逢父亲节、母亲节，他们的生日忌日，我想煮一餐给他们吃，但是没办法。我想煮给别人的父母吃也是一样吧。希望他们不会怪我没有去祭拜他们。你这样的纪念方式很特别，我相信他们能感受到你的孝心的。还说什么孝心啊？我连他们长得什么样子都快记不住了。你的厨艺还真不错，刚才看到那些老人家都吃得很开心。你也有功劳啊！你陪他们聊天，帮阿哥单换药，他们都当你是医生了。哇，高楼抛物，这么没公德心的。好像是小孩子。我想上去看看，我好像看到有铁链绑着那小孩子的手。应该是这一家吧。请开门。你们找谁？我们刚才在楼下看到你家的小孩丢了很多纸张。哦，我会教训他的。哎，可以看一下你孩子吗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只是纸张而已嘛。不让我们进去的话，我们报警了。你们要进来是吗？要进来是吗？你怎么可以撞人呢？没事吧？你们自找了，谁叫你们挡在门口啊？
没事没事没事。喂，喂，哎，别追了，先看里面的状况吧。开门，开门啊！让我来。哦。你会开锁啊？我当过看守匠。Hello， 太太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别怕。有特别痛的地方吗？小妹妹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阿姨看啊，来，啊，今天真的是漫长的一天，辛苦你了。幸好两母女没事。其实刚才我应该抓住那个人渣，不应该让他跑掉。我最恨的就是打老婆、打孩子的男人。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看到女儿受苦，自己被打成这样子，为什么做母亲的不报警呢？在家暴事件中，施暴者一般是一家之主，全家的经济支柱。如果报了警，把他送进了牢房，那家里失去了依靠，生活就陷入困境。所以通常受害者都会选择逆来顺受，不敢声张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施暴者才能够肆无忌惮、逍遥法外。幸好刚才你坚持要上去查看，要不然可能已经闹出人命了。最大功劳还是你。我没想到你会开锁。老实说，还有什么你不会的？你想知道？我不会离开你。我先上学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吓到你啊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很了解你这个人，你就是爱开玩笑。走了，拜拜。啊，下次约我，不用再找借口了。走，我来帮你。如果你真的想帮忙的话呢，就请你收手吧。心里呢不是笨的，他相信你是因为你是他爸爸。你好自为之，不要让他失望。喂，不错，问他的煎蛋好了没有？你跟不错说啊，爸爸正在等那个母鸡孵蛋。哼，好了啦。爸，一起去吧。爸，那本账簿你还你朋友了吗？以后不要跟这些人联络了，我怕你会惹祸上身。爸，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，我和耀宗会帮你的。我已经住在你们家一段日子了，我想是时候搬走了。为什么这么突然呢？哎呀，一定是耀宗啊！你是不是怕影响我们的感情？我确实不想影响到你们夫妻俩的感情。爸，你不要看我和耀宗整天吵吵闹闹的，其实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好，经得起。不要乱动！阿信，不要乱来！我已经还你们很多钱了，可是你们还处处跟我追债，是不是要逼到我家破人亡，你们才甘心啊？啊！有借有还，天公地道，你不能够怪我。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李荣华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做错事，不需要你的原谅。两个好朋友可以反目成仇，只有一个原因：女人。
我们2个同时间发出同样内容的简讯给他，看他先 reply 谁。第一个收到他 reply 的就是赢家。思燕，我喜欢你。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起。你们2个用这种方式喜欢我，你觉得你们尊重我吗？他真的不应该逃跑啊！如果被抓到的话，罪名会更重。警方突然间会找上门来，是不是你通知他们的？你也不可以怪我啊，我只是尽个好公民的责任。滴水时长，爱